Hello，这节课的话，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调色当中的，我们去调的是中国传统色系啊。中国传统色调的话呢，其实它里面，相当于是有包括到什么莫兰迪色系啊。中国传统色系的话，它就是比较灰调的。是那种看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级灰啊，这样的一个颜色。那我们要调配出这样的颜色的话，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这样的色系啊。具体的话，可以先去给大家看一些这样的颜色的图片。首先的话呢，我们在之前的马卡龙的调色当中，有给大家去进行对比过，对吧？这样的马卡龙的颜色和莫兰迪色系的一个区别，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莫兰迪色调它是颜色是发灰的啊，它当中的像是这种颜色，它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中国传统色。像这样的，这是一样的哈，红色调的。对吧？它俩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颜色要更发灰、发暗啊，呈现是这样的感觉，有紫色系的。然后这一边是绿色系，你看整个它那个色调，如果说大家蓝色调和粉色调，感觉就是粉色调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粉色的话，我们中国传统色里面也是那种粉嫩嫩的效果，它呈现出来的感觉跟马卡龙色系可能区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会在红色调里面再加入一些颜色偏暗一点的，就是像是那种墙体的颜色，那种暗红啊、砖红这样的色系进去的，但是其他的颜色对比就可以说是相当明显了，它有的明度和纯度都有说是降低。然后里面有加入那种灰色元素，对吧？就整个那个颜色色感会灰下来。那整个的话，我们在调色过程当中，之前老师有讲过，调色我们水彩当中调色的话，你真正想让一个颜色灰下来，我们并不是去把这个颜色里面去加灰色的啊，因为水彩调色方式跟别的不太一样，对吧？这个一会儿老师会去讲啊。还有这个你看绿色系、黄色系，对吧？就整个就灰下去的一个感觉啊，它会有一种脏脏的颜色，但实际上这种颜色在画面当中看起来就是饱和度偏低，但是画面感又非常高级的啊，就是大家都了解的一个啊。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延禧攻略》，对吧？当时就是非常火的这种的，可以看一下，就是它里面的配色都是这种。它因为什么看起来高级感特别满，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都是饱和度偏低的啊，都是这样的，也就纯度偏低的颜色。你看它有粉嫩嫩的颜色，但是它的粉色却是有一点灰调在里面的，对吧？都是这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的古画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看起来就是画面感会非常高级啊！你看这个就是老师刚才有说过的这种砖红色啊，有一点嫣红色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紫色调的啊，这种感觉哈。这样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调出来？然后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啊。那这种颜色我们呈现在指甲上，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你说像是我们之前有发布过的作品啊，一小部分的一个作品哈，比如说像是仙鹤，像是这个款，这种都是属于是比较国风的这样的款。那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款，说这样的，对吧？这样的，这种的颜色它都是偏那个莫兰迪色调一点的，但是这种的话它就是很明显是那种有点橄榄绿的颜色啊。咱们的水彩的颜色有一部分它是现成的啊，直接就是比较符合中国传统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再来看这个样板当中这个几个的配色哈，这个4个的配色，它也都是属于这种很有国风气息的，就是一看就是那种中国风的效果啊。当然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版，对吧？我们用到的这种很高级灰的这种蓝色调的，这种青花瓷的感觉的，还有这种高级的绿色，还有这样的蓝，对吧？它可以小清新，但是它颜色也可以重下去啊。那我们正式进入这个调色的内容，先来还是我们去把它的原本的这个色板可以先放在这里，然后这样的颜色，它跟马卡龙颜色的区别，在通过我们刚才的认知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马卡龙的色调的话呢，它都是偏浅色系的。颜色色调就是明度都偏高一点，但是莫兰迪色系就不拘泥于这个色调了啊。我们的中国传统色有非常深邃的颜色，有颜色非常暗的颜色，它同时也有小清新一点的颜色，浅一点的颜色，对吧？那我们在调出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最要把重点不是放在它颜色的深浅上，而是要放在它的颜色的色相，它的灰度上面啊，就让它灰下去，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怎么样把这个颜色调出来又不脏？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一个分布啊，就按照色调，先还是红色调啊。我们先从这个红色调先来给大家，黄色调是第一个啊。首先洗一下笔。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先找一下色板当中有没有说现成的，直接就是黄色调，然后可以当做中国传统色的
当然是有的啊。我们是这个肤色啊，它既可以作为就是说马卡龙色调里的，当然它也可以说是作为这个这个传统色里面的，对吧？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非常百搭的，同时我们调色当中要经常用得到的颜色啊，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对吧？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会把它稍微去调一下下啊，有的时候会加一点什么呢？是稍微去加一点点白色的啊。我先把这个颜色我们先放上去，就是肤色嘛，对吧？可能会稍微加一点白，让它颜色呢，就是再浅一点啊，这种。然后同时我还可以让这个颜色灰下去，这个颜色灰下去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只要在这个里面去加深色，同样明度的颜色先给它淘汰掉啊，像粉色，这个黄啊，这个蓝这都不要啊，这种颜色咱都先不要，你在这个里面就先把这个颜色我先多调出来一点啊，调的面积大一点，就是它主要的颜色色相还是偏向于发黄的。发肤色的啊，这种效果的，然后再到这个里面加入少量的一点点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那这些颜色正色系的，我们也给它刨出去啊，就是说颜色特别重的，像这样的蓝，这样的绿，这样的红啊，我们也给它刨出去。那要往里加什么？加偏色调啊，在整个我们的这些颜色里面，你找这个偏色，并且里边带有黄色色调的。那这个颜色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里面，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发黄的哪种是发黄的颜色，很明显，像这样的，土橘色里面就有发黄的元素，对不对？稍微点一点点进去啊，就笔尖轻轻晃动一点点进去就可以。我们再可以边缘吧，这都有点多了，这都有点多啊，稍微一点点就可以哈。这种感觉的，你就调出来这个颜色，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它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啊，还有什么颜色呀？还有就是它旁边这个，对吧？赭石的颜色也带着一点点啊，一点点加在这个颜色里面。它加这个也非常好看，这样的感觉的。然后其实它颜色可以变深，还可以再变浅一点，咱们先加深吧，加深一点，就刚才这个再加一点进去，就点橘色，那个橘色色调就偏浓一点了，对吧？它这个就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颜色，但是跟我们那个马卡龙里面的这个橘，它俩基本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这个里面是稍微有点加白的，它俩这个颜色并没有那么的冲突啊。主要我们要再让它灰下去啊，等一下啊。那么我们先要来把这个先调出来，那把这个颜色假如再加重一点点呢，对吧？再加重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啊。水分有一点多，所以我们要稍微再蘸一点，看，它也很好看，就是这种颜色会灰下去很多。就找同样明度的，那它就不一样了啊，它颜色那就是马卡龙的颜色了。我们要让它灰下去，所以找的都是偏色调，然后又有黄调在里面的哈。你要记住这个，我要搭这个颜色的原理是什么？那先不蘸下一个颜色啊，我们首先来说这一点，就刚才我蘸完这个颜色之后，它俩可以混色吗？可以混色吗？可以啊，答案是可以的。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老师在上一节调色的课程当中，马卡龙颜色当中有给大家说过，不要超过3个以上的颜色去调色，大家记不记得？不要超过3个以上的这个颜色指的是什么啊？就是不要去超过说3个不同的色相的，其中不包含黑白。因为黑白的话是完全的话是改变我们颜色的一个深浅的。那么说同色系的话，就是同样一个比如说红色色系、紫色色系、蓝色色系、绿色色系，这种黄色色系，它一个色系里面你加再多的颜色，它的主色调也是黄色，它不会乱的。你要如果说有蓝的、有红的、有绿的、有紫的、有黄的这样几个颜色去调的话，那你这个颜色就会变得特别脏啊，是指这个。来啊，我们继续去往下去调色哈。还有一个是这个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点偏红调的在里面的了，它属于是砖红，它整个呈现出来的黄调并不多啊。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进去，你会看它颜色是有点变粉的啊。我加的并不多，稍微再来一丢丢，可以看它颜色有变粉啊。但是这个的话，我可以完全跟我刚才这个颜色可以混到一起去。你看它又变了，那刚才这个的话，我又给它刚才这个已经混到一起，它就是它们两个，还有它们两个已经是这几个颜色了，然后再加上它颜色互相混在一起都可以。这些颜色的话都很好看啊。那这个颜色我也给它放在我的，可以说是放在后边我们的一个红色调里面去啊。可以记住这个调色的颜色就是砖红去加这种肤色的哈。
然后可以把这个几个颜色进行一个大混合。大混合的话，其实这个时候黄调就占上风了，因为整个这个颜色就是量特别少，然后别的色调会特别多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它颜色肯定是偏暖一点、偏橘一点的，对吧？所以说这种时候你要加这样的颜色一定要少啊。那还有一个颜色，呀，这个时候它已经没多少了，我再来点啊，再来一点，来点白。好，然后再来点什么？这个里面最后一个黄调的深褐色，对吧？深褐色明显它这个里面其实是，颜色跟灰的，黄调很少很少，就一丢丢，所以它去调完的颜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米白色的一个效果啊，米灰色的感觉。这个颜色里面我们去加白的话，它颜色也非常好看。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啊，这个就是肤色加白色已经差不多，基本上能调出来这些。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黄色啊，当然也不要放过它，这个正黄就是柠檬黄，先把这个擦一下啊。那黄色的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同样的原理啊。刚才肤色所调的这些，我们可以再把它跟我们的黄再调一遍。然后这个黄要记住啊，其实它很常用的。就为什么很多宝贝在看到这个调色盘当中，这个黄有什么用？这个黄在调色当中会起到大的作用啊，尤其是我们在调紫罗兰底色系当中，一个黄一个蓝啊，这两个属于是3原色，所以它俩在调色当中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啊。那我们来跳过这些颜色，再去找这些，一个是土橘对吧？土橘颜色来一点啊，看它会变成这种有点像南瓜橘的颜色，对吧？这样的颜色，这种你要觉得它明度感觉上它的纯度有点高，想让它再灰下去一点点，想让它颜色再深一点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颜色变深啊。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加什么？不要加黑啊，也不要加蓝，蓝的话色调会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最后调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哪一个色感最不明？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那个感觉最不明显，颜色的会偏暗，然后色调又没有那么的明显的啊，就是这个深褐色。我们在水彩当中要把所有的颜色调深的时候，就是用它。加完它之后，这个颜色立刻就变暗了。看，它这个颜色就变成这样的了，这种感觉的啊。如果加黑会发生什么啊？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最好不要加黑去调，很少很少啊，不是说完全这个黑色说调色用不上，而是很少有颜色要用这个颜色去调。调完的话，它那个颜色会，不是很好看啊。就大家就记得尽量不要用黑去调，就是除非什么用黑去调啊，就这种蓝的话加这种深褐的话，它会变调啊。一会儿我们在讲到蓝色系的时候，会给大家去呈现它这个画面啊。来，再给它看一下啊，我们整个这个颜色加了深褐色之后，它的这个灰下去了，就颜色更灰了，是不是？但是它颜色灰下去了，这个时候想让它颜色变浅，其实就跟我们马卡龙色系这个时候是通用的啊。想让颜色变浅，那就加肤色呗，是不是？加肤色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就变成这种感觉了。还是不要加白啊，加白的话它就颜色就不是这种，就是它的颜色就不会发灰了啊。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是到这个颜色，这个赭石的颜色，赭石的颜色去加黄，黄为重点，赭石的颜色，它俩可以说是调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有一点脏的那种橘色的色调的感觉，对吧？然后它俩可以说先做出来啊，这个颜色不是特别常用啊。然后它俩的比例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赭石放的颜色多一点，它会变成这样，变成这种颜色，还是有点那种，有点发那种土色、土黄色的效果，对吧？那我们这个颜色的话，想让它颜色变深，还是加深褐色，因为它同样都是黄调的啊，所以你加多少个，你把刚才这几个颜色都给它加一遍也没关系，都可以。啊，颜色变浅，加肤色。它这个时候的色调会变浅，再浅一点，它也会很好看。是这样的颜色啊。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了，深褐色。哎呀，加的有点多哦，再加黄，它会变成这种，它有点变成这种有点像青草一样，然后有点泛黄的那个效果，有点草绿色的感觉。这个有点是吧？这个如果说深褐色放多了的情况下，它颜色就会更偏绿。所以说，其实能证明出来整个的这个深褐色，它的这个色调里面是有一点点绿色的元素的。
好，假如我们黄色调居多一点，就是看哪个颜色居多啊，哪个颜色就会占据主导的地位。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加水的话，它颜色会变透啊。就是这些上面所有的颜色，我没有再额外再加水，加水的话颜色就会变透。那这个就是一个黄色调的了哈，黄色调我们整个就是这种感觉的。那接下来还是红色调，红色的话，那首先我们就要想到的就是先用这个，对吧？那其实，落下了一个哈，落下了一个那个没有调出橙色来，应该是有一个橙色在的，这样的颜色啊。然后再去加肤色，加一点点肤色。它会变成这样的感觉的，橙色的这个我们可以给它再调一下啊，这个就放在后面吧哈。这个的话就肯定是黄色的比例和红色的比例基本上是1比1的，这样的话呈现出来的才是橘色。如果一会儿我们在调红色系的时候啊，可以说红色调我们再多去加一点，那它是这样的橘，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再加一点点这个的话，它颜色也是这种感觉有点太明亮了，不够灰，那可以加一点深褐进去。加回来一点深褐，放的刚才有点多，对吧？你看它会是这样的一个黄啊，这种这回来正经八百的，咱来调个红了啊。红色就是以红色调为主了。刚才老师有讲过，在整个调色过程当中，尤其调我们的莫兰迪色调啊，也就是中国传统色调的时候，黄色和绿色会占据很大一部分的一个位置啊。为什么？因为红色和蓝色，这个老师有在之前有讲过，就是它是改变我们的一个颜色的冷暖的关键色，对吧？黄色是会让颜色变暖的。蓝色会让颜色变冷，所以我们要先把所有的颜色，先把它的冷暖去调一下，调完之后再改变一下这个颜色的深浅，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再去改变它颜色的一个深浅度，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就可以说是靠近我们想要的一个颜色啊，这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还可以说怎么加呢？看这个色环，色环上面的对比色。色环上面是有这个对比色的，对吧？我们在你想要变成莫兰迪色调的这个颜色当中去加入它的对比色，少量去加啊，少量去加一点点，就像刚才老师在这个当中去加别的颜色一样，加一点点过来，它的这个颜色就会灰下去啊。接下来老师把这两个调色的时候啊，都会给大家去讲。那为什么说我先拿这个黄色调来讲啊？因为黄色它自己不能它再加黄，它也就是还是这个没有改变，对吧？那黄色为什么我没加蓝？黄加蓝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绿色，对吧？它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绿色调的了，所以这个里面我没有加。那我们接下来啊，红色我先去改变它的冷暖，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啊。我们先去改变它颜色的一个冷暖变化，然后的话呢，再去调它的一个对比色。再去调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效果。首先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色环上面，红色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吧。红色的一个对比色倒是蓝，对吧？那其实说我们觉得再去调冷暖的时候，也就能够去面对出这个颜色了啊。那首先加黄，让它颜色先变暖。那加黄的话呢，刚才我们有调出来是这个橘啊，也就是颜色1比1去调，红色加多少，黄色加多少。那我们自己单独去调的时候，肯定你要让它的色相不变，还是红色系的，那肯定是红色居多，黄色就加一点点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2比1或者3比1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肯定2比1或者3比1的话，它的颜色又会有一点微微的不一样。那我们先把大概这个感觉调出来。其实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一个很正的传统红色啊，这个红色颜色就非常好看。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不调色的时候啊，对，我们先去找一下整个的这个色卡里面，咱们直接挑出来就是一个传统色的，就是这个红。
这个颜色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血红色啊，可以说。然后我们加了一点点黄在里面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红墙那种颜色啊。它跟我们的这个现成这个砖红色也不一样，对，砖红色它也是砖红色这个颜色也是传统色调里面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把它也取出来。那明显一对比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里面稍微加一点黄，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水彩里面现成的颜色啊，不需要大家去调的。那可以继续去现成的颜色，我们调出来之后，然后再去加它的那啥啊，红色来把它的对比色加进去。对比色加哪一个？加蓝，对吧？啊，调出来这些蓝色肯定不要多加啊，加太多的话颜色就脏了。对比色的加对比色的时候，颜色就少量去加。这个我去写下来。首先就是加冷暖色，对吧？加冷暖色会变成这种色调，先改变它的这个感觉，然后或者说是加什么？加对比色。加对比色的时候少量去加啊。然后的话呢，靠怎么样去调节它颜色的一个深浅呀？加肤色，调深浅。浅了就加肤色，深了去加深褐色，对吧？这个是深。那想要调透明度的话，就加水。冷暖色的话也是要少加啊。好，继续啊。刚才的话，我们是把这个红加了一点点这个黄色，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它的这个对比色了，加一点点蓝进去，一点点，它会变成这样。哎，刚才我是不是调过一次？加完之后是这样的，就很明显，它俩会有一个对比。放在这里吧。对啊，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它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画一些，比如说建筑物的时候，两个颜色有一个冷暖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去画。就底下颜色受光那一面就显得颜色特别亮的时候，你就可以要这个颜色，然后等到它颜色暗面的时候就加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好，然后是我们的这个红色哈。可以改变一下它颜色的深浅啊，先让它颜色变浅一点，是这种，跟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点接近，但是还不是特别一样啊，因为之前这个颜色我们在调的时候是，还有里面有点白色的元素，对吧？那不用管它，颜色要再加深一点，就是我把这些颜色给大家调出来，就是先改变冷暖色，然后再去加对比色，然后再去逐渐去变深、变浅、变浅、变深啊。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会把接下来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去调的啊，看就变深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这个颜色啊，这个是加了什么？加了是对比色的，加完对比色的这个再加一点肤色，让它颜色变成偏浅的，偏浅的就这样，偏深一点，加一点褐色，加多了。加多了再混一块儿。这样的改变透明度的话也是加水啊，这个就不演示了。然后下一个的话是这个颜色它是偏粉的玫粉色啊，玫粉色的话我们也是先加黄，先改变冷暖，加一点黄之后它会变成这样了，变成这样之后它颜色是很明艳的啊，就看起来有点像是，如果这种颜色是变成指甲油的话，那它这种感觉就有点荧光色调的感觉。荧光色的话大家要知道里面就是黄色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去加什么？加肤色，它就变粉了。但是这个颜色的话，它是这种不够灰啊，就这个颜色它比较特殊，可能是因为本身这个颜色很艳丽的原因啊，就是它有点不太符合说咱们做那个传统色调的一个感觉，它颜色有点俗气的那种粉啊。那这个粉的话，我们就不去给它加在里面了啊，这个粉色就不收录进去了。那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个，这个粉。加一点蓝啊，让它变成冷调的会是什么样子？冷调的你会发现它颜色发紫了，对吧？因为这种粉加这个
这种蓝嘛，它俩在一起就是紫嘛，因为紫色是它俩的中间色呀，对不对？啊，这种紫下去了，哎，这个灰度就很可以啊，这个灰刚刚好，就加点蓝色，它俩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效果拿来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颜色是有点发紫的，正常应该放在紫色调里面啊，放在红色调里也可以。那我的比例是不是也可以改变呀？可以的啊，就是说肯定还是要以这个颜色为准的，就是蓝色调不要加太多，加一点点，加一点点，你看它就还是一个玫粉色，还是一个玫粉色，就没有那么紫。那它会是这样的。就明明是搭配是一样的颜色，但是我们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它呈现出来也不一样啊。然后加什么颜色变浅，加肤色，那它这个粉也不咋地，对吧？就是证明它这两个颜色的话，不要去变浅色，咱们给它调成深色试试啊。深色试一试，哎，这就很可以了，一下子就很可以了。那这种就是我们要的脏脏的那种颜色的一个感觉了啊。这种颜色画小玫瑰的话很好看，加一点点啊，不要加多。加到这个里面也是可以的，它也会变成这种脏脏的颜色。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红，正红哈，正红，加一点点黄。这个颜色再加一点肤色。哎，这个颜色我们先把它涂出来哈，这样的也还可以。加一点肤色之后，哎，这个颜色也行，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嫩的一个颜色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可以去加入一点，深褐色，好，它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刚才的这个艳粉色啊，这个艳粉色，它这个玫粉色有一点啊，玫红色啊，它是有一点偏粉调的嘛，对吧？那其实它的对比色的情况下，我们还没加呢啊，忘记了。它的对比色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有一点偏青绿色和绿色之间的一个颜色。它准确的应该是加这个，但是咱们的话加这个的话，其实它颜色会变得也是这种紫色调的啊。这个话之所以没加，是因为它会变成这种紫色，所以的话这个过后我们会放在紫色调里面，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下一个的话是这个粉色啊，这个粉色我们也可以继续去用上去。粉色调呈现出来，我们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粉色，然后加一点点黄，它会变成这种有一点点橘粉色的感觉啊，橘粉色。那我们再稍微加一点肤色进来，看看，加这个并不建议加肤色了，加肤色还没有不加好看呢，对吧？把这个颜色也放上来，变成这种，我们加一点点褐色。它会变成这种感觉的，这个就有点是靠近于上面的这种颜色了，但是它里面稍微一点点粉调在里面哈。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土橘色，土橘色的话，我们也是给它加这个黄色啊，这个在上一个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加完黄色之后。然后它还是这种偏黄的效果哈，这个都不演示了。然后砖红有加黄，它也有演示过了啊，这个我们都不去做演示了，但它整个就是红色调。那还有就是粉色啊，会呈现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调一下啊，就是在上一节我们呈现出来它是一个马卡龙的颜色，对吧？但是其实来说，它这个颜色可以啊，光是它俩在一起的话，这个颜色我们还是要给它加进在这个色调里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看的这种颜色。然后还可以说加一点点深褐色。让它变成这种灰粉啊，这样的颜色上去。好，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这个颜色它本身已经是这个色调了，然后它可以自己跟自己去调啊，就什么意思？就是同样是红色调，我们先不改变它的颜色的，既不改变它颜色的明暗，也不去改变它颜色的深浅啊，而是单纯的就老师调色盘这里面的这些颜色色块来说，我们把它和它旁边啊色系很接近的颜色去互相去调色，会呈现出来一个新的。因为这个颜色它本身比较明艳，所以这种颜色的话呢，它调出来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常用啊，但是也要给大家去调出来，因为整个我们在这种传统色系里面，色彩它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样的红色也是非常好看的。还有就是这个红
对吧？觉得它红色太艳啊，觉得这个红色太艳，你又觉得这个红色太浅，它俩可以综合一下嘛，对吧？啊，打开新思路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的颜色还可以怎么调啊？还可以说同色系去调。啊，它这样的话就是不改变色相。哎，写错字了。就是它的色相就还是红，给我的视觉效果冲击力它还是红，呈现出来就这个感觉啊。你看到还是这个颜色，我再加点什么？再加点可以说有一点点啊，这个干枯玫瑰的话，它有一点点发紫，但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红调在里面的啊。所以的话加一点点，但不要加太多，要不然颜色偏紫了。那这个颜色呈现出来效果贼很正啊，很好看。它是这样的，有点发旧做旧的红，就是让它整个干枯玫瑰的颜色更红下去了啊！这个的话，经常是老师要画玫瑰花啦，我们要画一些颜色很明艳的那种背景色啦，会经常会用到这种感觉的颜色啊。那还可以说这个红去加什么？加这个土橘，说可以的啊。加完之后变成这样的颜色。